穿越 NBA， 你随马刺获得了总冠军，多支球队向你开出了诱人的合同，可你却选择最低薪加盟洛杉矶湖人，所有人都觉得你脑子进水了，就连你的经纪人傅保罗也气得进了 ICU。可他们不知道的是，你觉醒了冠军系统，只要所在球队获得一个总冠军，你就能随机抽取冠军奖励。而99年后的湖人 OK 组合已经日益成熟，未来几年他们可是总冠军的有力争夺者。开了天眼的你，就算不要工资，也势必要抱紧这2条大腿。加盟湖人的第一个赛季，你多以替补身份出战，最终抱大腿成功，湖人获得了2000年 NBA 总冠军。你也如愿抽到了全场必中18分，但超过18分后1分不得的技能。这技能虽然不是顶级，但这让你在第2赛季的表现又提高了一个档次。逐渐的，你的上场时间也越来越多。随着赛季的深入，你已然成为了 OK 组合身边最强的帮手。这赛季的季后赛，湖人竟然场场横扫对手，以16场全胜的战绩碾压夺冠。就在你参加新闻发布会接受完采访后，恭喜宿主获得总冠军奖励绝技反败为胜，根据评分略微降低为技能绝杀。恭喜宿主常规赛和季后赛评分达到70，恭喜宿主额外获得技能提升。检测到宿主仅有白色技能眼神防守，眼神防守技能提升为绿色。你一看技能说明，心直接凉了半截。绿色眼神防守，降低对手30%投篮稳定性，听得很牛。可这在教练菲尔杰克逊手下根本就是个废柴技能，但凡你防守不积极，下一秒就把你按在替补席上。一旦对手顶着你的眼神投进，你就准备把板凳坐穿。而那个绝杀技能更是离谱，最后1分钟落后时，无视任何防守，投篮必中。可问题是，湖人的绝杀球什么时候轮到过自己？科比和奥尼尔包揽了80%的绝杀机会，剩下的也轮不到你这个新人。你心中一阵失望，这奖励还不如上次的保温杯里抛枸杞。然而，就在你嫌弃新技能的时候，当初抛弃你的马刺队管理层肠子都悔青了。看看这些报道，球迷都快把我们喷死。谁知道一个垃圾时间的替补去了湖人能成3当家？马刺总经理气得半死，当初他失误那么多，不放走留着过年吗？与此同时，3连冠的你名气暴涨，直接起飞。作为球队首发，你成了商界的香饽饽。一时之间，各种代言疯狂涌来，代言费一路飞涨。休赛期你光跑代言就赚了整整800万美金，折合6000多万。你毫不犹豫，直接拿出一半，在京城等10几座大城市买下几10套房。可就在你以为人生已经躺赢的时候，现实却给你一记重拳。整个休赛期，你疯狂苦练防守，结果你的内外线防守属性各自只提升了可怜的一点。紧接着，2001年新赛季悄然开启，作为卫冕冠军，你们湖人依旧是无敌的存在。季前赛全胜，常规赛开局更是一波7连胜，哪怕科比和奥尼尔场均只打2节，你们都输不了。然而，2连冠的你们早已成为全联盟的公敌，所有球队都开始疯狂针对你们。他们找不到你的破绽，竟然把矛头对准了奥尼尔。一时间，奥尼尔那糟糕的罚球成了湖人最大的命门。一场比赛他罚了10个球，竟然硬是1球没进，哪怕罚下对方3个人，你们还是输掉比赛。你都无语了，这家伙罚球简直就是看天意。紧接着，你发现情况越来越不对劲，整个联盟都在针对你们湖人，所有球队都只有一个目标，阻止你们3连冠。每一场常规赛打的都跟季后赛抢七一样凶，禅师菲尔杰克逊也头疼啊。为了建立湖人王朝，他只能让你们首发轮休，避免伤病。除了好胜心爆棚的科比，所有人都乐开了花，你更是无所谓，上场不超过20分钟，打完18分直接下班。然而球场外的风波才刚刚开始。2001年选秀大会，水货状元夸梅布朗诞生，你眼睁睁看着帕克、加索尔还有那个最大的黑马阿里内斯被各队选中，你多想告诉管理层花点代价拿下阿里内斯，绝对血赚。可惜你人微言轻，根本说不上话，这让你第一次有了想要权力的念头。可你清楚，以你现在的实力，离开湖人影响力只会更小，所以你决定留下，因为你心里藏着一个只有你知道的巨大秘密，那就是这个赛季的国王队其实比湖人更强。但你更知道，联盟为了你们的3连冠王朝，绝不会让你们输，这才是你留下来的真正底牌。与此同时，你还发现了另一个即将引爆的定时炸弹，科比和奥尼尔已经开始暗中争夺球权，虽然现在还很隐蔽，但你知道这颗雷下一个赛季就会炸，直接把你们的第4冠送给马刺。你懒得理会这些，依旧扮演着你的角色，场均15分，无论是2分还是3分，命中率雷打不动100%。可你的奇怪表现终于引起了禅师的怀疑，他想不通为什么你上2节拿18分，打满全场就不能拿36分，结果只要得分超过18，你就疯狂传球，哪怕是甩锅球也绝不出手。科比和奥尼尔倒是高兴，可禅师的脸却越来越黑，你只能假装体力不支，苦笑着坐在替补席。开玩笑，再出手就是疯狂打铁，到时候更惨。终于禅师忍不住了，他直接把你叫到一边，厉声质问：王杰，有几次机会那么好，你为什么不自己投？你直接2手一摊，甩出一个借口：教练，我体力消耗太大，连篮筐都看不清。结果禅师竟然信了，紧接着他就给你安排了魔鬼般的体力训练。可这又有什么用？你依旧我行我素，场均15分，还特意留个3、5分备用，就是为了防止他说你后半场拉胯。与此同时，你的名气彻底爆，球迷都在疯狂高喊你的名字，一个投篮命中率100%的怪物，简直就是联盟霸。无数球队都在惊呼，只要让你和科比互换球权， NBA 将直接大结局。很快常规赛结束，你们豪取65胜，季后赛更是势不可挡。面对爵士，你2节打卡下班，4比0横扫，接着对阵小牛3巨头，依旧是4比0横扫。整个联盟都在你们的恐怖统治力下颤抖。就在全队上下空前膨胀，
以为冠军唾手可得时，一个电话却把你瞬间打入冰窖。你的经纪人汤姆森告诉你，湖人总经理维斯特要和你提前续约，你还以为是天大的好事，结果他报出的数字让你当场傻眼，2+1合同，1年400万，什么400万？你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把老于费舍尔都挤到替补席，年薪竟然比他还低，这简直是奇耻大辱！你怒火中烧，直接让经纪人回话，告诉维斯特，我至少值900万1年。然而你万万没想到，西决第一场报复来得如此之快，你竟然被禅师死死按在替补席上，从头做到尾，直到最后一节，你才捞到10分钟出场时间。可是那又怎样？你上场就扔进3个3分，拿下9分5助攻，硬生生带领球队一波流带走比赛，拿下西决开门红。这一刻，禅师终于看明白，没有你还真不行。他立刻找到总经理维斯特，可维斯特的话却让他也陷入了沉默。菲尔，给他900万，我们就得拆散球队，老于他们都得走。听到维斯特的话，禅师彻底沉默。为了一个王朝，牺牲一个球员似乎是唯一的选择。于是，一个荒谬的计划诞生。维斯特竟然说，试试看，让王杰只打1节，如果只打1节也能赢，那下赛季没了他，我们一样能夺冠。紧接着，西决的赛场上，你真的就只打1节。可即便如此，国王队依然被你死死压制，你每场只打1节，却硬生生把比分拉开。最终，湖人3比1拿到赛点。然而，国王队却异常顽强。巨5他们绝地反击，3比2扳回一局。这下禅师彻底慌了，他不敢再玩火，生怕把王朝玩没了。于是巨6，你直接上了2节，结果你当场狂砍18分，最后1分钟更是用一记穿心3分，彻底杀死比赛。湖人120比117，4比2淘汰国王。虽然赢得艰难，甚至还有裁判的帮忙，但终究是赢了。紧接着总决赛，面对东部冠军篮网，你们打得毫无悬念，4比0，一场残暴的横扫，你们再次登顶 NBA 之巅。随着斯特恩宣布奥尼尔获得 FMVP， 你淡定地举起总冠军奖杯。就在记者会上，一个黄皮肤的美女记者吸引了你的注意，你立马点了她。范冰小姐，你好。她笑着问你，下赛季是否会留在湖人？你看着镜头，自信地宣布，当然，只要湖人给我顶薪，我就会留下来，帮助球队建立第2个王朝。你的话掷地有声，因为你知道新的技能即将到手。可就在这时，一个白人记者却突然发难，话语极其尖锐。赛前喝枸杞茶是违禁品吗？你当场无语，我每场都尿检，这可是篮球，不是100米赛跑。谁知那记者竟然还不依不饶，继续咄咄逼人。所以你承认自己服用兴奋剂了？你彻底被气笑，就算用了兴奋剂，也不可能变成奥尼尔。下一个，你懒得再理会他，直接看向下一个记者，请问命中率100%是因为球权不够吗？你摇摇头，淡然回应，出手少，运气好而已。采访结束，你立刻冲回家，因为你知道更大的惊喜在等着你。恭喜宿主获得总冠军戒指，恭喜宿主获得规则系顶级技能天神降临，检测到宿主评分75，技能降级为神鬼莫测。不仅如此，你的眼神防守也升级为蓝色，能降低对手40%的投篮稳定性，这简直逆天。可当你看到新技能神鬼莫测的说明时，你却愣住。主动触发，本场全属性提升20%，但下一场无需触发，全属性直接降低20%，这不就是神一场鬼一场？更要命的是，得分依然被限制在18分，这技能在湖人根本没用。你球权本就少得可怜，再来个 debuff 还玩什么？你瞬间明白，离开湖人势在必行。于是你立刻联系经纪人汤姆森，汤姆森去接触马刺，问他们下赛季要不要我。你很清楚，下个赛季马刺将夺冠，去马刺等于直接躺赢。然而马刺的回复却让你心凉半截，他们竟然只愿意出500万1年的合同，太少了。你直接皱眉，告诉他们最低700万，我能帮他们拿总冠军。可是谈判破裂，马刺1分钱都不肯多加，他们宁愿放弃一个冠军拼图，也不愿多付200万。无奈之下，你只能让汤姆森接触其他球队。一时间，身为自由球员的你成了市场上的香饽饽，季后赛强队追逐你，鱼腩球队更是对你趋之若鹜。但问题来了，所有人都觉得你是抱科比和奥尼尔的大腿，认为你100%的命中率全靠2大巨星喂饼。因此，当你直接报价1000万顶薪时，大部分球队瞬间被吓退，他们觉得你这个3当家根本不值这个价。就在你几乎绝望的时候，汤姆森突然带来一个爆炸性的消息，杰克王开拓者愿意给你顶薪，不过他们有个条件。汤姆森语气一转，必须是2+2合同，第3、第4年球队说了算。你一听头皮发麻，开拓者就是个巨坑，弄来皮蓬，首轮都没过，还要交5000多万罚款，这摆明了是想把你当冤大头。于是你立刻拒绝，问还有没有别的选择？有，篮网愿意给900万。你眼睛一亮，这可是东部冠军。但是汤姆森下一句话又让你皱起眉头，他们只愿意签1+1合同，第2年还是球队选项。你心知肚明，篮网实力虽强，但总决赛就是打不过马刺。于是你果断拍板签篮网，但我只签1年。结果篮网死活不同意，除非你降薪100万美金，否则免谈，800万就800万。你嘴角抽搐，心里却在滴血，总比马刺湖人那2个抠门球队强。这下你才明白，在那些经理眼里，你的名气一文不值，你那100%的命中率竟然被当成是投机取巧，是甩锅。他们觉得你根本不敢在关键时刻出手。可就在你备受打击之时，一个休赛季，你光靠代言就狂赚1000多万美金，你瞬间醒悟，区几百万薪水算什么？只要能拿总冠军。
军，身价暴涨，还愁没钱。你这才发现，篮网简直是为你量身定做。老大基德从不粘球，一手传球出神入化。更重要的是，他们从未夺冠，对冠军的渴望已经到了顶点。反观马刺那边，波波维奇为了你跟管理层讨论了3回，可他们就是为了省点奢侈税，死活只给500万。于是你不再犹豫，立刻让汤姆森和篮网达成口头协议。交易市场一开，你就是首发得分后卫。而就在此时，选秀大会正式开启，一个你无比熟悉的名字响彻全场，状元签姚明。选秀大会上不只有姚明这条大鱼，你的目光却锁定在一个沧海遗珠卡洛斯·布泽尔。这家伙要是重排，能进前3，而篮网手里的24号签正好能拿下他。你立马让汤姆森联系主教练，24号签就选布泽尔，听我的，绝对不亏。教练满口答应，帮你把话传到管理层。然而下一秒传回来的消息却让你心凉半截。抱歉，杰克王，我们不缺前锋。他们竟然拒绝了你这个4冠王的建议。结果篮网选了个无名小卒，你只能无力吐槽，这波操作简直神了。但你转念一想，算了，你只要冠军，又不是来当球队经理的。就在此时，姚明登陆 NBA 的消息如同飓风席卷亚洲，瞬间你和姚明的对比铺天盖地而来。他是本土状元，天之骄子，而你只是个美籍华人。甚至无数小黑子开始带节奏，王杰就是个冠军混子，在马刺混，在湖人混，换我也行。你对此毫不在意，可万万没想到，国内篮协竟然找上门，他们希望你改换国籍，为国出战。就在这风口浪尖，你和篮网正式签下一份1年合同，这下连你的经纪人汤姆森都急了。杰克王，你可是大龄新秀，只签1年太冒险了。你却眼神坚定，猛然抬头，我今年28岁，已经征战5年，但我相信我的巅峰还没到。穿越 NBA， 你只要混冠军就能变强。凭借着第一个赛季在马刺混到的总冠军奖励，你竟然不要薪水也要跪求着签约湖人，因为你知道湖人即将夺得3连冠。通过在湖人3个赛季的冠军奖励和自身的努力，你已经从替补边缘人物成长为了科比和奥尼尔最信赖的队友。第3个赛季你更是打出了巨星级的数据，湖人夺冠你功不可没。然而就当你想继续留下来和 OK 组合一起建立第2个湖人王朝时，湖人竟然开出了毫无诚意的续约合同。你一怒之下让经纪人抓紧联系马刺，下个赛季马刺将夺冠，去马刺等于直接躺赢。可马刺居然认为你只是抱了 OK 组合的大腿。其实整个联盟也是这样想的，并没有哪个球队开出符合你预期的薪资。综合考虑之下，你选择和篮网签了一个800万1年的合约。你能否带领篮网队改变历史，延续自己23岁进入 NBA 开始每个赛季都夺冠的记录？随着大姚以状元身份加入到 NBA， 华夏人民对新赛季的 NBA 更加期待了。你很清楚自己已经28岁，在 NBA 这年纪就算老将，所以篮网总经理只愿给你短约，就怕你实力下滑。但你丝毫不慌，因为你的身体早已数据化。为此，整个休赛期你都在疯狂锻炼，1周时间休息，其余全在流汗。直到赛季开始，你的力量和体能硬生生被拉到80点，这可是首发中锋的标准。然而，当你来到篮网球场，一切却没那么顺利。虽然传奇控卫基德热情地搂住你，主教练斯科特也对你笑脸相迎，可谁知第1场队内训练你就搞砸了。你在没有使用任何技能的情况下，13投8中，只拿了17分，表现平平无奇。主教练斯科特看完，只是皱着眉头在战术板上写画画，一言不发。队内训练结束，你以为自己要坐穿冷板凳，可没想到季前赛开始的时候，教练竟然直接让你顶替杰弗森首发出场。更炸裂的是，第1场对手就是你的老东家湖人队。就在这时，你毫不犹豫，直接开启技能神鬼莫测，一瞬间，你全属性暴涨 20%， 力量96%，速度90%，体能96%，你直接化身球场魔神。你对着基德就是一声大喊，只要我在场上，没有被包夹就把球传给我。基德眼神一凝，他知道这是复仇之战。于是比赛开始，你化身科比和奥尼尔的结合体，攻防两端直接对位科比，丝毫不落下风。你疯狂投篮、突破、防守，甚至你还顶着巨无霸奥尼尔，硬生生夺下1颗篮板球。奥尼尔当场脸都绿了，他想不通，你才离开1个赛季，力气怎么快赶上他？就这样，即便科比和奥尼尔联手镇压，仅仅2节，你就带队打出70比62，领先8分。3节结束，分差更是来到2位数。湖人主帅菲尔杰克逊脸都黑了，直接换上替补，宣布投降。而你3节狂砍39分、6助攻、3篮板，这还是3节的数据，要是打满全场，50分不是梦。直到比赛结束，你飞天遁地的感觉才迅速消散，全场球迷却为你陷入疯狂。紧接着，第2场对战纽约尼克斯队，开场前你淡定地喝下一杯枸杞水，主动触发了保温杯里泡枸杞技能。下一秒，你感觉身体一阵虚弱，仿佛瞬间回到当初那个饮水机管理员的时候。但你心里却暗暗想到，就算这样，投完4个3分再下场。果然，这场比赛你只打了1节，却依然靠着逆天手感拿下15分3助攻。随后3节，你直接把舞台让给队友，这让你在篮网感觉无比舒服。紧接着，常规赛正式开启，你带领篮网一路过关斩将，上来就是一波10连胜，直到遇上马刺才被艰难击败。此时，篮网10胜1负的战绩直接登顶联盟第1，整个联盟都发现你就是个 bug。你神一场的时候，简直就是乔丹附体，攻防两端打爆一切。可你虚弱的时候，开场就是3个不讲理的3分，哪怕2、3个人包夹也防不住，经常开局一波9比0，直接把对手打懵。就这样，赛季过半，你们轰出一个38胜3负的恐怖战绩，胜率联盟第1，整个联盟都震撼了。王杰加入之前，
人，篮网50胜都费劲，他一来半个赛季就快40胜了。然而这还不是终点，下半个赛季篮网依旧一路狂奔，赛季结束，一个震古烁今的纪录诞生，73胜9负，你们竟然打破了当年乔丹公牛队72胜的历史纪录。此时马刺和湖人的总经理肠子都悔青，早知道你这么猛，几百万美金算个屁。而你常规赛打出24.5分7助攻3篮板的华丽数据，季后赛你们以东部第一的身份迎战奥兰多魔术队，可谁知魔术的核心正是得分王麦迪，他本赛季场均狂砍32.1分，正值生涯最巅峰，而你的数据在他面前似乎根本不够看。果然季后赛第一场刚开始，你和麦迪就直接开启了疯狂得分模式，基德早已跟你心有灵犀，不断为你传球，你则疯狂出手，与巅峰麦迪针锋相对，一场神仙打架就此拉开序幕。最后一节最后1分钟，比分122比118，你们领先魔术4分，你死死防住麦迪，让他得分停在28分，而你的得分却已经达到30分。更要命的是，你的队友个个得分上双，可麦迪的队友却后继无力。就在这时，你激活了绝杀技能，迎着麦迪的防守，你一个3分球飞射而出，唰的一声，比分瞬间变成133比126，差距直接拉开到8分。这一下，格兰特希尔和麦克米勒全都捂住脑袋，满脸不敢相信。尽管麦迪最后又投进一个3分，但大局已定，135比129，你们拿下季后赛首场胜利，而你更是爆砍40分10助攻6篮板的逆天数据。赛后，麦迪汗如雨下，却眼神坚定地看着你，王杰，下一场我会击败你的。你只是笑了笑，好，兄弟，我给你机会。然而谁都没想到，G2开场，你喝下枸杞水，直接开启虚弱模式。麦迪见你过来，立刻上前防守，可你连跳都不跳，在3分线外一步直接后仰扔出，唰，篮球精准入网。下一秒轮到麦迪进攻，你直接后退，施展眼神防守。麦迪一记干拔跳投，结果当的一声直接打铁。紧接着你又是一记神仙球，3分再中。随后你过了半场，又是一记3分。嘟，裁判吹停比赛，魔术队请求暂停。开局不到5分钟，以3分球3投3中，直接打了个11比2。然而暂停回来，你竟然直接坐上替补席。麦迪看着和自己对位的杰弗森，当场傻眼，他感觉自己被你彻底羞辱。可即便你不在场，基德依然盘活全队。最终你们120比115再次击败魔术。紧接着第3场，你开启神模式，全属性增加20%，再次强势镇压麦迪，3比0，赛点到手。第4场，你用光所有技能，4比0，直接横扫魔术晋级。下一轮你们对上76人，你看着对面的艾弗森笑了，可防守你的却是范霍恩。结果你激活神鬼莫测，直接把范霍恩打爆。3节过去，分差拉开到15分，你感觉比打魔术还轻松。最终又是一个干净利落的4比0横扫。东部决赛你们对阵活塞，可今年的活塞普林斯还是新秀，内线更是孱弱不堪，你们抢篮板简直抢疯了。最终依旧是4比0，你们再次横扫对手，以3个4比0的无敌之姿强势夺冠。东部3个4比0横扫晋级，你以为总冠军唾手可得，然而总决赛你却遇上真正的霸主，拥有邓肯的马刺。波波维奇更是赛前放话，要亲手击败你们夺得总冠军。你知道真正的硬仗现在才开始。总决赛第一场，你直接激活神鬼莫测，身体素质瞬间暴涨。邓肯开局快攻打进2分，可你毫不在意。下一秒，你接到基德传球，迎着最佳防守球员鲍文，直接3分命中，3比2反超。紧接着你冲进禁区，硬生生顶着石佛邓肯，把球拨给基德。邓肯大惊失色，好大的力气，他不敢相信你的力量竟然比他这个顶级中锋还强。就这样，你攻防两端彻底打爆马刺，全场砍下36分10篮板7助攻，带领球队113比109拿下首胜。然而就在所有人以为你们将再次横扫时，第2场比赛你却主动开启虚弱模式。你喝下一杯枸杞水，身体素质暴降20%，上场投进3个3分，你立刻被教练换下。结果第一节9比6的领先瞬间被马刺追上，你再次上场又是3记3分，再次反超5分。可你一下场，局势再次崩盘，你的队友马丁和杰弗森在内线被邓肯和罗宾逊按在地上疯狂摩擦，篮板一个都抢不到。第4节你申请带替补上去顶一下，然而斯科特多此一举，硬是把基德也换上去帮忙，结果自然是没有办法激活替补5连爵士。最终你们120比112大比分输掉比赛。赛后教练斯科特留下你，王杰，这是季后赛，我希望你认真一些。你看着他，眼神无比坚定。教练，您信我吗？下一场我会恢复体力击败马刺，但下场我必须带替补上，否则我们必败。斯科特犹豫片刻，最终点头答应。于是 G3天王山之战，你兑现承诺，再次激活神鬼莫测。可波波维奇早有准备，他竟让邓肯和鲍文2大最佳防守球员同时包夹你，你的投篮命中率骤降，甚至突破后被邓肯一记大帽扇飞。无奈之下，你疯狂传球，可你的队友却手感冰凉，怎么投怎么没有。最后1分钟，你用光所有技能，拼尽全力。然而在马刺双塔的铁血防守下，你们还是以101比102，1分之差惜败。你怒砍28分13篮板12助攻的逆天3双，却只能眼睁睁看着球队落败，大比分1比2，你们被逼入绝境。队友马丁更是抱着头痛苦自责，然而你却摇摇头安慰他，因为你早已布下惊天大局。你找到教练斯科特，G4，我们的体力都有限，第1节主力上，第2节我带替补。斯科特大惊失色，但看着你自信的眼神，他还是咬牙答应。G4决战到来，马刺意外发现你竟然没上场，
波波维奇当场愣住。紧接着，你的主力队友在邓肯双塔的压制下艰难求胜。第一节结束，你们落后整整4分，然而你心中却松一口气，因为一切尽在你的掌握。第二节，你带领4个替补登场，波波维奇笑了，他怎么敢呢？于是他让体力充沛的主力五虎继续打，在他看来，这简直是天赐良机。可下一秒，全场傻眼，你化身控球之神，4个替补队友瞬间暴走，穆托姆博从邓肯手里连抢5个篮板，4个饮水机球员一节狂砍24分，而马刺全队仅仅得到12分。转眼间，你们竟反超8分，波波维奇猛了，斯科特也看傻了。第3节，你继续带队，分差一度拉开到15分，可就在这时，波波维奇终于反应过来，指挥马刺疯狂针对你，4个替补体力耗尽，你也气喘吁吁，只能无奈下场。瞬间，邓肯带领马刺疯狂反扑。第4节还剩7分钟，分差被追到只剩7分，眼看就要崩盘，你立刻要求上场替换下杰弗森。刚一登场，你就在邓肯和鲍文的头顶直接命中1记3分，分差再次拉开到10分。邓肯等人刚刚燃起的希望瞬间被你浇灭。然而这还没完，最后1分钟，分差又被追到5分，你持球刚过半场就被邓肯和鲍文死包夹，谁知你竟看都不看篮筐，直接在中圈把球扔了出去。什么？全场震惊！斯科特猛然站起，波波维奇的脸上却露出一切尽在掌握的笑容。下一秒，刷，篮球空心入网，波波维奇的笑容瞬间凝固。马刺主场死一般寂静，你再次命中3分，彻底杀死比赛。2比2，你们将系列赛拖入天王山之战。G5，你故技重施。第2节，你再次带领4个替补对上马刺的冠军首发，可这一次你不再虚弱，你和4个堪比全明星的队友对着邓肯等人就是一顿疯狂暴打，篮板被你们抢光，投篮怎么投怎么有。波波维奇疯狂变阵，却毫无作用。第3节结束，分差已经来到恐怖的20分，邓肯被打懵了，他不敢相信你带着一群替补竟把他们冠军首发打成了人机。第4节，主力回归，你也再次登场，替补老将们体力耗尽，但他们已经完成使命。最终，马刺无力回天，130比115，你们拿下天王山之战，而你更是狂砍40分、12助攻、7篮板的恐怖数据，全场8人得分上双，打出了一场史诗级的团队篮球。就这样，你们3比2手握赛点，总决赛G6冠军一步之遥。然而就在这时，神鬼莫测的副作用来了，你的全属性瞬间暴跌20%。比赛刚开始，你就被邓肯和鲍文的协防搞得无比狼狈，刚投2个3分，球就被直接抢断。你心一横，干脆再次带替补上场。虽然你被邓肯轮流暴打，但你的4个替补队友却再次爆发，邓肯根本不敢出来协防你，你疯狂传球，找到空档就是2个3分，鲍文被你死死定在原地。第2节结束，你们这套替补阵容竟然反超马刺3分，现场球迷全都看懵了。首发登场，你们被马刺按着打，替补上场，你们追着马刺打，可是马刺的韧性实在恐怖。第3节，你的体力急剧消耗，只能开启眼神防守，邓肯和罗宾逊趁机疯狂冲击内线。第3节结束，你们的优势被蚕食到只剩5分，而你已经精疲力尽，被迫下场休息。最后1节，全场窒息，你此刻已经精疲力尽地坐在了替补席上。邓肯和罗宾逊彻底疯狂，鲍文的脏动作也越来越多，你死死盯着比分，靠着基德的7分钟血拼，篮网仅剩1分优势。然而斯科特教练看穿一切，没有你，篮网根本打不过马刺。于是你带着替补天团再次登场，可老将们体力早已耗尽，身体属性也会下滑，哪怕增幅20%，体力下降该差还是会差。不过对面马刺邓肯、罗宾等人同样汗如雨下，体力耗尽，疲惫不堪。还好此时马刺还是一个年轻球队，年轻力壮的他们勉强抵挡你等人攻势。波波维奇疯狂针对你这个眼神防守的漏勺获得奇效。然而3分钟过去，你3投3中得了9分，其他人也有所收获，硬生生从落后1分变成领先4分。可马刺紧追不舍，最后2分钟分差被压缩到2分，但下一秒你一个绝妙助攻，罗杰斯中投命中，分差再次拉开到4分。马刺立刻暂停，紧接着就用战术突破你，打板命中再追2分。时间只剩52秒，你却冷静控场，消耗时间。最后30秒，你直接传给穆大叔，他怒吼一声顶着邓肯，把球狠狠砸进篮筐，分差再次拉大。你心想这局必须拿下，否则G7客场波波维奇指不定用什么阴招。可就在这时，波波维奇终于亮出底牌，他换上妖刀吉诺比利，一个挡拆快攻，3分命中，分差瞬间只剩1分。时间仅剩20秒，你要求换上主力，体力充沛的基德刚过半场就被战术犯规送上罚球线，基德稳稳2罚全中，分差来到3分。然而下一秒，妖刀吉诺比利跑出空位，迎着你的防守扔进一个逆天3分，比分打平，全场死寂。所有人都以为要进加时，可基德却在最后关头把球传给你。最后3秒，绝杀技能开启，你面对精疲力尽的鲍文，抓球后退一步，看也不看就扔了出去。鲍文拼命起跳封盖，遮住你所有视线，刷3分空心入网，红灯亮起，绝杀！你绝杀马刺，拿下总冠军。波波维奇气得当场摔碎战术板，怒吼：愚蠢的管理层，为省300万，送给王杰一个总冠军！全场瞬间沸腾。你和邓肯拥抱，他却没说出那句未来是你的，只是落寞离场。紧接着，总裁斯特恩大声宣布，恭喜篮网队获得总冠军。此时最大的悬念出现 ，FMVP 会是谁？你场均32分8助攻，数据断层第一，但你清楚，因为你的黄皮肤，因为你没签天价球鞋合同，这个奖很可能被黑掉。就在你内心忐忑时，斯特恩的声音响彻全场，今年总决赛 FMVP 属于王杰！呼！全场为你欢呼。你拉着基德和杰弗森共同捧杯，可这还没完，
就在这时，你脑中响起一声机械音，恭喜宿主评分提升，获得额外奖励金色被动技能金刚不坏。你瞬间大喜，这个技能意味着从此以后谁敢对你恶意犯规，断掉的只会是他们自己的手脚。有了金刚不坏，你再也不用忌惮豹纹的黑脚。过去你为了躲避暗算，连跳都不敢全力施展，一身实力根本发挥不出70%。但现在一切都不同，你甚至来不及看总冠军奖励，就被记者团团围住。王杰，第5个总冠军戒指，第1个 FMVP， 什么感想？你微微一笑，直接开秀，激动。但我必须承认，我就是个总冠军混子，也是个 MVP 混子，没有我的队友们，我啥也不是。全场哄堂大笑，谁都知道 FMVP 的含金量。紧接着又有记者刁难道，这个赛季没能保持100%命中率，遗憾吗？你眼神一凛，霸气回应，不遗憾，我的命中率依旧全联盟第1。那没参加全明星呢？你嘴角一扬，下个赛季他们会求着我参加，下赛季还能夺冠吗？你笑了，我加入 NBA 以来，什么时候没夺冠过？记者们彻底疯狂，最后一个问题抛出，下赛季会留在篮网吗？你留下一个悬念，如果篮网愿意给顶薪，我会考虑。其实你心里门清，篮网老板即将破产，根本留不住你。你回到家中，立刻查看这次总冠军的技能奖励，恭喜宿主获得顶级技能回光返照。回光返照能让队内一位老将在一整节比赛里恢复到他巅峰赛季的实力，你瞬间狂喜，这意味着你可以随便找个过气巨星，在关键时刻让他梦回巅峰，打爆对面。你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穆托姆博，你立刻联系经纪人汤姆森，告诉他无论如何都要留下穆大叔。果然，休赛期一开始，你宣布跳出合同，汤姆森的电话就被打爆，尼克斯直接开出7年1.2亿天价合同，并且承诺以你为核心舰队，你心动不已。但当你提出要交易否决权和选秀权时，尼克斯总经理却断然拒绝。还有别的队吗？你问道。汤姆森爆出一连串名字，湖人、火箭、马刺，几乎全联盟都在抢你却直接打断他，有没有底特律活塞？汤姆森一愣，随即答道有，他们开出3年3680万顶薪，你却摇摇头，提出一个让汤姆森震惊的要求，告诉活塞我只要1年1080万，但我有一个条件，必须给我交易来一个曾经厉害的老将。你心想，有了回光返照，去平民活塞躺赢不香吗？谁还想在篮网累死累活？然而第二天，汤姆森的电话却带着怒气，杰克王，活塞总经理说，他们的教练拉里布朗觉得你防守太差，他们说你去了只能打替补，而且年薪最多给你800万，这简直是奇耻大辱。可你听到这话，非但没生气，反而眼前一亮，替补，活塞的替补席可是藏龙卧虎。你立刻追问汤姆森，那他们愿意交易一个厉害的底薪老将过来吗？汤姆森的声音充满无奈，活塞拒绝了，他们说不需要老将，而且杰克王，拉里布朗可是著名的新人坟墓，你去他那肯定没好果子吃。你心里一沉，确实如此。就在这时，汤姆森又补上一刀，对了，篮网那边也拒绝了你的请求，他们说负担不起穆托姆博的年薪。你心头火起，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没想到汤姆森话锋一转，不过篮网愿意和你再签1年顶薪。你迅速冷静下来，开始盘算，上赛季篮网和活塞打到抢7才惜败，如果有你，结局绝对不一样。更何况在篮网混日子简直不要太舒服。你立刻做出决定，告诉篮网交易否决权必须有，另外必须给我找一个巨星级别的底薪老将。汤姆森满头问号，杰克王，你为什么非要一个老将？你翻了个白眼，我喜欢你管得着吗？总不能告诉他你有回光返照这种逆天神技吧？你又顺口问了一句，马刺呢？他们怎么说？他们只愿意给800万1年。你瞬间无语，真抠。问了一圈，给你顶薪的全是烂队，想去的强队又给不起价钱。算了，你心一横，续约篮网1年。消息一出，整个 NBA 都炸了，篮网立刻喊出卫冕冠军的口号。可他们转头就给了你一个难题，只给你100万美金的预算去签老将。100万，这能签谁？你找到总经理罗恩，罗恩两手一摊，球队真没钱了，那就清理合同，加到150万，去请卡尔马龙。你直接下令。罗恩一脸苦涩，我早就问过，他更看好湖人的 OK 组合，拒绝了我们。那魔术师约翰逊呢？罗恩眼珠子都快瞪出来，开什么玩笑？他都快40了，问问混个冠军他乐不乐意？结果可想而知，魔术师根本不缺冠军戒指，你还不死心？贾巴尔、乔丹，你把能想到的名字全说了一遍，但结果都是拒绝，你彻底无语。就在这时，你猛然想起一个人，那个亲了驴屁股的飞猪巴克利，他也是历史级巨星，而且没有冠军。你立刻对罗恩说，去邀请巴克利，问他想不想要1枚总冠军戒指。罗恩惊呆了，他都退役4年了，胖得跟球一样，他还能打？我不管，你只管去问。罗恩一想，巴克利能带来巨大关注度，卖票都好卖，立刻答应下来。当巴克利接到电话时，整个人都傻了，他连问3遍，你确定是我？飞猪巴克利，不是贾巴尔？罗恩肯定的回答，没错，就是你，来我们篮网拿个冠军怎么样？巴克利沉默了许久才说，我已经受够了被朋友嘲笑没冠军，我需要考虑一下。与此同时，你又把目标对准了即将退役的斯托克顿和尤因。一圈问下来，只有巴克利和斯托克顿还在犹豫，其他人都明确拒绝。你看着这100万的预算陷入沉思，而整个休赛季你都在疯狂训练，在基德的指导下，你的控球和球商突飞猛进。休赛季即将结束，你的巨星老将计划却悬而未决。就在这时，一个坏消息传来，斯托克顿最终还是选择了退役。这一下，你最后的希望只剩下飞猪巴克利。谁知巴克利那边也出了岔子，他跟 TNT 的解说合同还没到期。你本以为这是要黄，可巴克利为了冠军竟然拼了，他主动跟 TNT 谈判，希望公司能让他休假1年不要工资，等他拿了冠军再回去上班。没想到 TNT 竟然同意了，但只允许他季后赛加入篮网，常规赛解说，季后赛打球。这波操作直接
看呆了所有人。更绝的是，巴克利只要了100万老将底薪，而且只打季后赛，球队实际只需要支付16万美金。你不仅白捡一个巨星，还为球队省下80多万。季前赛刚开始，你的电话突然响起，你一边投篮一边接通，竟然是汤姆森、杰克王、大虫罗德曼，他想加入你的球队，你瞬间就惊了。找了一圈巨星，竟然把这位防守悍将给忘了，他可是跟乔丹一个时代的狠人。你立刻拍板，当然可以。可紧接着问题就来，球队只给了一个老将名额，你马上找到总经理罗恩，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巴克利只打季后赛，常规赛可以让罗德曼顶上，他甚至只要36万的超级底薪。罗恩一听脸都绿了，天啊，罗德曼4年前就打不了 NBA 了，我们大名单要被这2个老家伙占满，只剩13个人能用。罗恩虽然没明说，但语气里全是嫌弃。你脑中灵光一闪，立刻说道：把上赛季末尾那个饮水机踩了，他1个赛季没上过场，合同还比罗德曼贵。罗恩还在犹豫，生怕那小子哪天开窍。你冷笑一声，相信我，他没那个天赋。最终罗恩还是拗不过你，答应了下来。然而季前赛一开始，罗德曼直接拉了垮，他跑不动，跳不高，简直就是个防守漏勺。就连基德都忍不住吐槽：伙计，你确定这老家伙油箱里还有油？队内怨声载道，都觉得你找来了卧龙凤雏，这是要给卫冕增加难度。紧接着常规赛第1场，对手就是上赛季的总决赛死敌马刺，开局就是生死战，篮网主场座无虚席。然而你却开启了保温杯里抛枸杞模式，第1节只拿了9分就下场休息，结果没了你的火力，球队瞬间落入下风。杰弗森和马丁完全被邓肯压制，半场结束，篮网落后2分，波波维奇一脸淡定，仿佛胜券在握。第3节打完，篮网依旧落后3分，全队4人得分上双，唯独你和首发中锋还在场下稳坐钓鱼台。第4节开始，你悍然上场，但你做出了一个让全场震惊的决定，你竟然让之前表现拉胯的罗德曼一起上场。罗德曼自己都懵了，他不好意思地说：杰克王，这么快让我上，会不会输太快？你只是笑了笑，尽力就好，就当你还是那个篮板王。谁知你话音刚落，罗德曼上场后，体内突然涌出一股恐怖的力量，他瞪大眼睛，满脸不可思议：我好像恢复巅峰了。下一秒，罗德曼直接对上了邓肯，砰的一声巨响，两人空中相撞。罗德曼竟凭借惊人的篮板嗅觉，硬生生从石佛手中摘下篮板。紧接着他手一甩，球精准的交到你手中，你助攻马丁抛投命中，分差瞬间缩小到1分，全场爆燃。之前的比赛，邓肯在内线简直为所欲为，可罗德曼上场仅仅5分钟，就用3篮板1盖帽5助攻的数据将邓肯彻底锁死，甚至还趁他不备送上了一记惊天大帽。邓肯被打得一脸郁闷，罗德曼那些上世纪的小动作让他苦不堪言。球队直接打出一波6比0的攻击波，瞬间反超5分。马刺主帅波波维奇在场边直接看傻了，这怎么可能？43岁的罗德曼怎么还这么猛？最后一节，罗德曼疯抢5个篮板，更是将邓肯防到9投3中，而你则在外线连中4记3分，全场砍下21分。比赛结束，篮网110比102大胜马刺，喜提开门红。罗德曼却像被抽空了所有力气，瘫坐在地大口喘气。原来他只有最后一节才能爆发巅峰状态，但这就足够了。基德，你再加上末节爆发的罗德曼，这个3巨头组合直接让篮网一路连胜，22场连胜，整个联盟都被你们的恐怖实力所震撼。43岁的罗德曼场均只打最后一节，却能贡献5篮板6助攻的逆天数据，所有人都惊呼，要是让他打满全场，不得抢下20个篮板。就连总经理罗恩都笑歪了嘴，直呼捡到了宝。很快，全明星周末来临，全明星周末即将开始。大虫罗德曼篮网获得最佳2阵阵容，你防守哪怕利用神一场鬼一场，也并不算顶级，第2阵容都没进。全明星名单公布，你却只是个替补。要知道，你场均狂砍27.2分，利亚麦迪是联盟暂定的得分王，神一场你能轰下40加，鬼一场你也能稳定拿下18分。然而顶替你首发的卡特场均只有22.5分，凭什么？就因为卡特的扣篮劲爆，打法极具观赏性，而你只会投3分和中投，不够吸睛，所以哪怕你是得分王，也只能屈居替补。但你对此却毫不在意，甚至还有点想笑，因为篮球之神乔丹此刻也跟你一样坐在替补席上。赛前，艾弗森和麦迪都想把首发位置让给乔丹，却被他一一拒绝。可谁都没想到，比赛马上开始，东部首发卡特竟然搞事情，他直接拒绝出场，以此来威胁教练，必须让乔丹首发登场。你看着场上这戏剧性的一幕，心中的战火彻底点燃，你早已暗下决心，这场全明星赛就是你的封神之战。第2节比赛，以替补登场，狂砍18分，瞬间成为全场得分王。这场全明星赛本就是表演秀，双方防守几乎为零，只顾着投篮扣篮耍帅，特别是卡特几个暴扣引得全场尖叫，而你却没敢秀扣篮，毕竟1.98米的身高，万一被篮筐盖了，那才叫丢人。然而真正的重头戏还在后头，大家都心知肚明，这是乔丹的最后一个赛季，所有人都让着这位昔日的篮球之神。前3节打完，乔丹和加内特的分数反超了你，甚至加内特比乔丹还高。到了第4节，你直接向主教练斯科特提，让你基德、乔丹、小奥尼尔和华莱士上场。斯科特对你言听计从，毕竟听你的建议从来没吃过亏。原本以为第4节也会和和气气，谁知科比竟然玩真的，他直接对位乔丹，祭出窒息防守，摆明了要欺负老年乔丹，连加内特也跟着凑热闹，两人联手要破坏乔丹的全明星 MVP 剧本，甚至扬
扬言新老交替靠的是超越，不是让球。你看着这一幕，心中冷笑，想超越巅峰乔丹，做梦！就在这一刻，你暗中对乔丹发动了神技回光返照，刹那间，乔丹只觉浑身一轻，恐怖的力量灌注全身，久违的豪情瞬间引爆，那个无所不能的神回来了。科比看着眼前突然飞天遁地的乔丹，彻底傻眼。乔丹疯狂冲击西部防线，来回4个回合，中投稳稳命中。反观科比，在乔丹的防守下4投1中，疯狂打铁，脸上瞬间挂不住了。而全场球迷看着突然强度拉满的对决，彻底沸腾。与此同时，巅峰乔丹直接撕裂了科比和加内特的封锁，命中率高的吓人。而你虽然也处于天神下凡状态，却没去抢戏，而是专心防守加内特。你的防守数值高达90，完全是现役防守前10的存在。加内特虽然得分能力强，已经拿了22分，但在你的强力防守下，第4节打得异常艰难。急眼的加内特甚至使出了小动作，只听砰的一声闷响，加内特感觉自己的手像是砸到了钢板上，疼得半死，一脸见鬼的盯着你，左看右看也没发现你哪里藏了护具。而你看着吃瘪的狼王，心里早已乐开了花，原来是金刚不坏技能被触发了。这狼王想阴人，结果反倒崩了自己的手。比赛彻底成了乔丹的个人秀，他单节狂砍20分、5助攻、3篮板。最终，东部全明星以145比135战胜西部，10分的分差让想给乔丹上课的科比和加内特郁闷到吐血。赛后两人一脸失落，想搞事情没搞成，反而被乔丹打得灰头土脸。乔丹全场狂砍45分，毫无悬念的拿下全明星 MVP， 兴奋的连连向你道谢。全明星赛结束后，你拒绝了扣篮大赛等花哨项目，毕竟不是正式比赛，无法激活技能，要是出了洋相可就尴尬了。你带着队伍回归常规赛，继续一路狂飙。你基德、莫杰回光返照，罗德曼的3巨头组合统治力简直恐怖。直到赛季结束，在你们的带领下，篮网竟然打出了74胜的逆天战绩，再次打破历史纪录。你也拿到了场均27.2分、3篮板、9助攻的豪华数据。不过得分王却被麦迪抢走了，这也没办法。麦迪在魔术疯狂刷分，场均32.5分，而你一旦遇到鬼一场的状态，得分就会掉到22分以下，只能眼睁睁看着得分王旁落。此时的篮网早已成为夺冠的最大热门。季后赛首轮面对凯尔特人，你根本没给对手机会。那个号称真理的保罗·皮尔斯，这个赛季状态低迷，一带队仅用了4场，就以4-0的大比分横扫凯尔特人。值得一提的是，飞猪巴克利终于归队了，哪怕你有回光返照技能加持，这胖子也只能场均上去体验5分钟，拿个5分2助1板就累趴下，你根本不敢多用他。整个系列赛，皮尔斯除了趁你鬼一场全属性降低20%时抢断了你3个球之外，毫无建树，这让你也吸取了教训，在鬼一场状态下，必须让基德手递手传球再投，否则真的很容易被抢断。首轮轻松过关，你的目光已经锁定了更远的总冠军奖杯。篮网晋级次轮，你还得稍微等一等对手，这一等就等来了刚刚经历抢七大战，累得骨头都快散架的热火队，这简直是送分题。面对这支疲惫之师，G1你直接开启神一场模式，第3场比赛甚至连罗德曼都不用上，3节狂砍27分，比赛直接被打花，分差奔着20分去了。虽然热火那边韦德已经展现出球星潜质，但这回的闪电侠还是太嫩了，你的实力一个人就能顶热火3个。G2更是残暴，你直接在最后一节登场，上来就是不讲理的4记3分球，瞬间把2分的微弱优势拉大到8分。紧接着罗德曼在内线翻江倒海，把热火禁区搅得天翻地覆。最终篮网以4-0的大比分轻松横扫热火，基德激动得手都在抖，蝉联总冠军的梦似乎触手可及。接下来东部决赛，对手是刚刚4-2干掉步行者的底特律活塞。活塞主帅拉里布朗看着你，脸色铁青。想当初休赛期你想加入活塞，却被他以防守差为由无情拒绝。在他那个老古董眼里，你那种迎着防守乱扔的保温杯里抛掸起头发，简直就是把比赛当儿戏。然而 G1 开打，你就狠狠给了拉里布朗一记响亮的耳光，全场球迷欢呼震天。相比于活塞那种让人昏昏欲睡的铁血防守，大家显然更爱你这种华丽流畅的进攻。本华莱士试图给你上对抗，各种阴损的小动作往你身上招呼，结果金刚不坏技能被动触发，这大本钟不但没伤到你，反而感觉自己像是锤在了钢板上，手都被震麻了。到了第4节，罗德曼更是化身巅峰奥尼尔，盖帽、抢断、篮板一把抓，让活塞五虎看着这个43岁的老大爷彻底怀疑人生。大比分拿下 G1， 紧接着 G2 又是如法炮制，你上来就是一通3分雨，罗德曼锁死篮板，篮网2-0领先。你惊讶地发现，原来篮网天克活塞，只要基德的传导球能撕裂防守，活塞引以为傲的铁桶阵就跟纸糊的一样。然而意外总是来得猝不及防， G3 风云突变，面对活塞绝境下的凶狠逼抢，基德的膝盖就伤复发了。对位的拉希德华莱士抓住机会，直接把受伤的基德防的生活不能自理。短短2节，基德不仅投出了8中0的惨淡命中率，更送出了致命的8次失误。没了基德的串联，球队瞬间崩盘。第3节哪怕你疯狂出手，也在对方5人的联合围剿下只有9投3中。3节战罢，篮网已经落后了整整10分，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心头。你知道这支活塞可是能把拥有 F4 的湖人都防到怀疑人生的存在，再这样下去必输无疑。教练，基德伤势严重，换人。你当机立断，直接看向斯科特。第4节我带4个替补打。基德还想硬撑，不，我还能忍。基德，信我，我们已经赢了2场，不能拿你的职业生涯去赌。你直接打断了他，眼神坚定不容置疑。这一刻你做出了一个疯狂的决定，因为5连绝世技能和回光返照不能同时使用，你只能放弃强化罗德曼，转而选择激活群体增益。你带着杰德尔斯、罗杰斯、哈里斯、威廉姆斯4个替补登场，直接开启5连绝世。
刹那间，场上局势逆转，原本被视为弱鸡的替补阵容仿佛打了鸡血，在你的带领下，速度、力量全面爆发，疯狂冲击活塞的防线。活塞引以为傲的联防瞬间被打成了筛子，只要他们敢包夹你，你立马分球给被漏掉的替补。一场惊天逆转正在酝酿。这一刻，不管是活塞五虎还是拉里布朗，看你们的眼神都变了。这哪里是替补，这简直就是5个天神下凡的你！仅仅4分钟，你带领这群板凳匪徒，硬生生把落后的局势打成了反超10分。活塞引以为傲的铁血防线被捅得千疮百孔，拉里布朗的脸黑得像锅底，叫了2个暂停都止不住你们滚烫的手感。最后1分钟，杀人诛心！你运球刚过中场，突然起手，一记超远3分绝杀，刷，球进灯亮，分差直接定格在10分。活塞全队眼里只剩下绝望。虽然拉希德·华莱士试图反扑，虽然活塞最后时刻又是3分又是2分，企图用犯规战术续命，但你的队友哈里斯稳得可怕，罚球线上弹无虚发，硬是没给对手一丝机会。最终，篮网3比0大比分领先。奥本山宫殿球馆死一般的寂静，活塞球迷提前退场，只有角落里那一小撮篮网死忠粉疯狂地嘶吼着：“杰克王，杰克王！”在臭名昭著的奥本山宫殿，赢了球你们也不敢太嚣张，简单庆祝一下就赶紧溜之大吉，毕竟这里的球迷可是真敢动手的。紧接着巨死，局势却急转直下。基德这个硬汉，膝盖肿得跟馒头一样，非要上场，结果和你一样，状态全无。这一场你正好撞上了神鬼莫测技能的负面效果，能力值下降20%，你在场上简直就是灾难，失误、被帽、被断，打得连你自己都觉得没脸见人。前2节打完，篮网输了6分，到了第3节，基德强行出战，结果3投0中外加3次失误，直接把球队带进了沟里。第4节开始，分差已经被拉大到2位数，屋漏偏逢连夜雨，替补席的大腿哈里斯还拼到抽筋离场。绝境之下，你只能硬着头皮上。罗德曼替换马丁，你带着回光返照的罗德曼开启了疯狂的3分模式，短短5分钟，你如有神助，狂飙5记3分轰下15分，硬生生把比分追到只差6分，但也到此为止了。你心里清楚，18分已经是你这场比赛的极限，再投必铁。于是你心生一计，主动把原本防守你的本华莱士拉到一边对子，给队友拉开空间。罗德曼在内线杀红了眼，哪怕面对活塞的围剿，依旧抢下关键篮板。比赛最后1分钟，分差只剩3分，就在活塞以为你已经哑火的时候，你突然放了一记冷箭，3分命中，双方打平。奥本山宫殿瞬间窒息，活塞球迷甚至不敢睁眼看比分牌。活塞赶紧叫暂停，回来后本华莱士补篮得手。此时你已经彻底没篮了，留在场上只能当吉祥物。于是马丁和基德尔斯把你换下，马丁不负众望，上来就造犯规，2罚全中，篮网反超3分。然而这就是命，拉希德·华莱士回过头来就是一记不讲理的3分，再次追平。此时的东部决赛，篮网总比分3比0领先原时空本该夺冠的活塞。据次比赛已经进入第4节读秒阶段，基德的受伤让球队失去串联，你带着末节有回光返照加持的罗德曼，硬生生在最后关头将比分从落后打到反超3分。然而拉希德·华莱士回过头来就是一记不讲理的3分，再次追平。紧接着马丁3分不中，反倒是汉密尔顿上篮得手，活塞反超。最后5秒，杰弗森顶着防守投出绝杀3分不中，3比1，篮网输掉了这一场。但你心里一点都不慌，因为下一场是主场，而且你的神鬼莫测技能又要触发正面 buff。果然，巨五回到主场，你直接开启杀神模式，第1节就确立优势。第2节你带着4个替补，简直把活塞五虎打得神魂颠倒。明明是替补阵容，配合却行云流水，投篮神准，把活塞防得怀疑人生。就连刚刚伤愈复出的哈里斯都迫不及待归队。虽然你让他打得养生一点，主要负责防守，但在你的 buff 加持下，活塞那惨不忍睹的投篮命中率简直没眼看。第3节你甚至坐在板凳上休息，看着基德带着队伍和活塞在那打铁，硬是把10分的优势守到了最后。第4节收割比赛，你重新登场，攻防两端彻底打爆活塞，单节独得15分。全场比赛结束，你砍下30分3篮板9助攻的豪华数据，全队8人得分上双，这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屠杀。除了中锋科林斯和那个只会抢板的罗德曼，全队竟然全员得分上双。东部冠军，主教练斯科特疯了一样冲进场内，你被队友团团围住，享受着这疯狂的荣耀时刻。此时活塞五虎反倒释然了，毕竟这支平民球队能杀进东决已经是奇迹，但这让活塞主帅拉里布朗肠子都悔青了。看着被众人簇拥的你，布朗心里那个恨啊，早知道当初就算买来把你按在板凳上，也好过现在眼睁睁看着你把冠军抢走。更想吐血的是活塞管理层放着安东尼、韦德、波什这些天才不要，非要为了那点所谓的潜力去刮彩票，结果刮出来米利西奇这么个大水货。你心里暗暗发誓，以后一定要掌控话语权，想交易谁就交易谁，到那时总冠军还不是手到擒来。仅仅休息了2天，真正的决战来了。总决赛对手是拥有超级 F4 的湖人，湖人刚刚4比2干掉森林狼，气势汹汹，而且吸取了活塞的教训，一上来就对你们给予了最高重视。第1节比赛，火药味直接拉满，你面对科比，那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科比直接上头要跟你对标，结果在你的严防死守下疯狂打铁，当然你也不好受，命中率也高不到哪去。好在杰弗森面对手套佩顿竟然爆中了，5投4中独砍8分。你一看这情况，立马改变策略，我不攻了，我传球。这下科比更气了，
他在你头上疯狂打铁，回头一看，奥尼尔却在内线大杀四方。这种落差让心高气傲的科比心态直接炸裂。首节战罢，25比23，你们竟然还领先2分，你都有点猛，这可是宇宙湖啊，怎么感觉比活塞还好打？第二节，菲尔杰克逊的脸都黑了，你和基德开始掌控比赛，比起活塞那窒息的防守，湖人的防线在你眼里简直全是漏洞。基德传球骚出天际，只要你、马丁、杰弗森谁有机会，球立马就到，打的那叫一个行云流水。到了第3节，湖人的隐患彻底爆发，马龙和佩顿毕竟老了，体力槽直接见顶，动作慢得像蜗牛，你们趁机一波流把分差拉大到5分。你心里清楚，如果不是开启了神鬼莫测的技能强行5-5开，你肯定打不过这支湖人。但现在你就是能和科比互爆。反观湖人，佩顿游离在体系之外，马龙力不从心，最要命的是 OK 组合貌合神离，科比宁愿顶着人墙头也不给空位的奥尼尔传球，这哪里是 F4，简直是一盘散沙，趁他病要他命。你带着罗德曼在第4节发起了总攻，罗德曼简直就是篮板痴汉，连奥尼尔的板都敢硬抢，短短5分钟连摘2个关键前场板。更离谱的是巴克利替补登场，几分钟内3投3中，顶着奥尼尔把球投进，现场观众嗓子都喊哑了。你也趁乱连拿7分，分差瞬间来到20分。菲尔杰克逊无奈换下主力投降，你带着30分的豪华数据打卡下班，要不是为了不赶尽杀绝，这一场你奔着40分就去了。赛后听说湖人更衣室炸了，科比脸黑得像锅底，他们想破头也想不通，怎么会被你带的一群替补按在地上摩擦。G2开打，你的神鬼莫测又触发了副作用，虚弱模式。你端着保温杯喝着枸杞水，强撑着上去打了10分钟，扔进2个3分就赶紧下场休息，把舞台交给了基德。原本以为没了你这把尖刀，球队会崩盘，谁知基德面对乱成一锅粥的湖人，简直是降维打击。他死死抓住佩顿战术生疏，马龙脚步缓慢 ，OK 组合不合的死穴，把团队篮球发挥到了极致。3节结束，靠着基德的穿针引线，你们竟然硬生生还领先湖人3分。你在场下看得目瞪口呆，这湖人也太拉胯了。面对活塞唯唯诺诺，面对你们的原装首发竟然也打得这么挣扎。然而危机还是来了，第4节开始，基德等首发体力透支，局势瞬间变得扑朔迷离。基德下场，你带着替补再次披挂上阵。这一刻，你开启了5连绝世模式，上来就是一记穿心3分，分差瞬间拉大到6分。科比见状立马像疯狗一样扑过来贴防，然而你根本不讲理，迎着科比的封盖，歪歪扭扭的来了个高难度后仰，球进，还是3分，分差来到7分。科比急得想要还以颜色，结果哐当一声再次打铁。回头一看，奥尼尔倒是顶着罗杰斯把球打进了，但他脸上的表情却比吃了苍蝇还难受。原来是罗德曼这个老流氓，防守时竟然还要上手调戏大鲨鱼，手在奥尼尔腰上搞小动作，搞得奥尼尔差点笑场破功，全靠一身厚脂肪才勉强忍住没出洋相。紧接着你又是一记冷血3分，杀人诛心。科比彻底急了，不仅自己死缠烂打，还呼叫老于费舍尔来包夹你，这正中你的下怀。你开始从容的吸引火力，然后疯狂喂饼。罗杰斯、哈里斯、威廉姆斯在你这儿吃的满嘴流油，个个都能得分。第4节才打了10分钟，菲尔杰克逊在场边急得疯狂擦汗，3个暂停全叫完了，却只能眼睁睁看着篮网的得分水涨船高。最后2分钟，这一代名帅彻底绝望了，除了被包夹的你的4个队友竟然在第4节全部得分上双，连篮板都被抢爆。中场哨响，138比123，你们狂胜15分，大比分2比0领先。这个结果简直惊掉了一地眼球，篮网球迷在看台上疯狂庆祝，久久不愿离去，而湖人那边却是乌云密布。更衣室里，科比黑着脸，奥尼尔也别着火，科比，你得相信我，我是老大，不，我才是老大，湖人是我的。两人的矛盾彻底爆发，再加上英俊事件的官司让科比焦头烂额，心态失衡的他这2场比赛效率低得吓人。要知道当年的 OK 组合场均可是能砍28加的狠角色，现在呢，科比场均20分，奥尼尔22分，佩顿甚至只有9分 ，F4 成了最大的笑话。反观你们篮网，除了中锋柯林斯，全队9人得分上双，你自己更是砍下26分3板9助的豪华数据，连2当家杰弗森都有19分入账。紧接着 G3 打响，虽然来到了湖人主场，虽然裁判的哨子有点偏，但那又怎样？你再次开启神鬼莫测，实力暴涨，直接对标科比，加上基德那舒服到保姆级别的传球，你甚至故意叫挡拆点名打科比。3节战罢，你们竟然还领先5分。到了第4节，又是熟悉的剧情，你带着替补如同天神下凡，把只有4个全明星的湖人按在地上摩擦。现场湖人球迷看着自家球队被你们跑轰打得找不着北，嗓子里像卡了根刺一样说不出话来。短短5分钟，湖人崩盘，分差拉大到10分。奥尼尔那庞大的身躯根本跟不上你们的节奏，往往你们都进球退防了，他才慢悠悠的刚过半场。这一幕让科比更加确信，这胖子才是球队最大的毒瘤。3比0，你带领篮网拿到了赛点，湖人已经被推到了悬崖边上，屋漏偏逢连夜雨，佩顿旧伤复发彻底报销，本就摇摇欲坠的湖人更是雪上加霜，眼看就要横扫，联盟坐不住了。G4的剧本变成了必须让湖人赢。这一场你身体处于虚弱期，但首节依然硬生生扔进3个3分，砍下9分。然而从第2节开始，裁判穿上了湖人的球衣，湖人靠着罚球强行反超，第3节更是领先了8分。为了阻止你们，裁判简直脸都不要了，马丁6犯离场，基德和杰弗森身背5犯，只要敢动就是犯规。最让你气炸
废的是，杰弗森防守科比时被科比一肘子撂倒，被担架抬出场，结果裁判竟然吹了杰弗森防守犯规，送科比上罚球线。你暴怒抗议，结果还没张手又要吃铁。尽管你在这种绝境下依然能投进3分，甚至打出了5连绝世的操作，但架不住第4节全队被吹了8次犯规，最终120比118，湖人靠着裁判的神助攻艰难扳回一城。赛后你彻底爆发了，对着镜头怒喷黑哨，真要这么吹，以后还打什么球？联盟想让谁赢，直接把奖杯快递给他就行了。你心里清楚，这不仅仅是一场比赛的问题，加上今年你就要拿第6冠了，2个王朝在手，简直是在挑战斯特恩的底线。加上球队明年要换老板、换教练，如果不想像乔丹那样被迫退役，下个赛季你必须得低调点，毕竟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尤其是你还是个黄种人。虽然大比分变成了3比1，但回到主场的你们依然掌握着绝对主动权，毕竟没有了裁判的偏袒，那个互相看不顺眼的 OK 组合依然是一盘散沙。回到场上，这一节你彻底杀疯了，你硬生生顶着科比的防守，狂轰滥炸砍下全场最高的30分，外加10个助攻，把那个偏执狂防的没脾气。最后3秒，你根本不给湖人留面子，祭出绝技，一记冷血的3分球绝杀入网，129比112，分差定格在恐怖的17分，大比分4比1。你带着篮网把不可一世的湖人 F4 彻底碾碎。赛后数据单简直吓人，你们队竟然打出了8人得分上双的恐怖成绩。要知道，主要的轮换也就10个人，除了没心没肺的罗德曼和蓝领中锋柯林斯，其他人全是火力点，这简直就是全民皆兵。反观湖人那边，虽然 OK 组合都拿了20加，但那又怎样？除了马龙勉强上双，其他人全是只拿7、8分的凑数角色。所谓的4巨头，直接被你杰弗森和基德组成的平民3巨头打回原形。比赛结束，硝烟散去，双方球员拥抱致意，输球的奥尼尔反而一脸轻松，甚至还有些高兴地抱住你，恭喜你，小伙子，谢谢沙克，你很强，希望有一天能有机会和你合作。你笑着回应，眼神真诚。谁知奥尼尔听完，居然意味深长地点头同意。你也是，要是我们合作，绝对比跟科比那个家伙强多了。两人相谈甚欢，紧接着奥尼尔转头就走，把这片荣耀的场地留给了你们，只留下科比一脸铁青的背影。现场 DJ 的声音响彻云霄，恭喜2004-05赛季新泽西篮网队获得 NBA 总冠军，恭喜2004-05赛季最有价值球员 FMVP 属于王杰，没有任何悬念，全票当选。这奖杯不可能给还是新秀的杰弗森，更不可能给基德，毕竟这位老大哥把基布攻发挥到了极致，助攻全队第1，得分却排到了全队第4，连马丁都不如。而你总决赛场均轰下25.2分，甩开场均18.5分的杰弗森几条街，这个 FMVP 你拿得名正言顺，恭喜！基德笑得合不拢嘴，他对自己那感人的投篮命中率心里有数，压根没想过抢 MVP， 能拿到这一枚戒指，他觉得人生已经到达了巅峰。FMVP 是属于我们大家的。你笑着一把搂住基德，享受着满天的彩带和欢呼。更衣室狂欢之后，你跟随球队来到了新闻发布会现场，连续2年带队夺冠，卫冕成功。台下的记者们眼神狂热，所有人都在惊呼：篮网这是要建立王朝了。等到主教练和基德的例行采访一结束，所有话筒瞬间对到了你的面前。相比于战术严谨的教练和传球大师基德，这些记者显然对你这个打球完全不讲道理，充满了神鬼莫测的家伙更感兴趣。问题像连珠炮一样轰了过来，而你已经迫不及待要回家开取总冠军奖励了。